来到 TVBS 战情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今天节目的第1个小时，为您邀请到的是赵少康先生，欢迎。钱子好，各位观众好。好，这个赵大哥今天这个来接受我们访问，他刚刚度过了50天的惊奇之旅。是，原来没想到的。不过人生本来就很多意外嘛，哈，很多时候不是你逆料得到的。从这个11月24号，赵先生他登记参选副总统，一直到1月13号。选举结果出来50天啊，是。那这个您自己这50天的惊涛骇浪，我不知道中间可能很多曲折，能不能够借由今天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是啊，我想这也不是3言2语能讲得完的了哈。不过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很意外嘛，哦，就是大概就11月24号登记嘛，登记前不久了，大概2、3天，侯友宜找我哈，就讲说他们还是希望蓝白合。但是他就问我说：“那如果合不成呢？我总要有一个副手啊，他又不能到处去嚷嚷交副手啊，因为否则柯文哲可能说你没诚意嘛，你既然要跟我合，你到外面去找一堆女友，你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说我对你很忠诚，我从来没有任何人啊，所以呢，我就说好吧，那我说你还是合，因为就是数学，我选前就讲，对不对？如果赖清德拿40%。柯文哲拿25%，侯友宜拿35%，还是赖清德连任？就你看选举结果就差不多吧。就你预料中了。这个我根本不会做民调，对，花那么多钱，你看赖清德40%嘛，侯友宜就33多嘛，对，然后那个柯文哲27多嘛，26差不多嘛，结果预测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问题他不听也没办法，对不对？大家都认为好吧，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跟侯友宜讲，我说一定要设法合成，而且我认为会合。我怎么算都应该合嘛，理性的看就是应该合嘛，对不对？那我就想说，那侯友宜就问了，如果不合的话，你能不能做我副手？那我就想说，我们每个一直鼓励这个侯柯配，那人家现在问你说，这个侯柯配不成，侯康配可不可以？你说不行，好像也不太有道义嘛，也违反你自己的原则嘛啊！而且那个时候侯友宜民调的确是蛮低的哦。去年年底，前年年底，去年年初的时候很高，是，但是后来下来了哈。没错。那下来了，后来我就想说，不是只有总统，还有立委，那么多立委要选啊，对，那个士气，那个时候士气很低迷嘛，士气要拉起来嘛。我就说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搭配你，但是我说这个还是要尽量去不合，尽量合。后来功败垂成啊，没合成啊，那只好我就上场了，这就这样的。对。不过很精彩啦，我必须讲这个赵大哥的人生超精彩，尤其过去50天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我可以这样讲吗？那赵大哥在自己的脸书粉丝页上写下一段非常感性的文字哦，我们来看看，特别我们用红字凸显出来的这一段哦。赵大哥讲说，副手在选举中的角色很难扮演，又不能什么都不做，又不能做得太积极哦，还不能跟主帅的意见不同。如果是我自己选哦。不但可以大开大合、挥洒自如，一定会比当副手能够发挥的多，选举一定会精彩好看太多哦！我就不念完了，必须讲这一段文字一出来啊，我们看到我的媒体同业有很多的支持者讲说，你看赵大哥可能2028年要自己出来选总统，或者很多人现在在讲说，赵大哥你要不要来这个选下一届的国民党的党主席？想太多了，我就只是把我亲身经历的感受写一下啊，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实际上当然我离开政坛很久了，如果大家去看我以前每次的选举，从选议员、选立委、选台北市长，每一次的选举都很精彩啊，对不对？我没有什么资源，花最少的钱哦，然后呢，哇，你看我帮新党辅选，新党什么资源没有，选上21个立委，46个国代，那时候立法院一共才164个立委，我们新党就选上21个立委，就是这样辅选啊，哦，那换句话说，你辅选你要有你没有钱，你就要有招嘛，你要有一些议题，对不对？要有一些攻击啊，要有一些这个，你要每天要有，就是说每天有丢出不断的主题，不断的挑战哦，让对手这个应付的这个手忙脚乱。选举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哈。那所以，但是因为你是副手啊。你副手你也不能够不努力，否则不努力他找你干什么呢？你当然要努力了，但是你不能太努力，努力过头了以后，他会讲你这个什么喧宾夺主啊，又是傀儡啊，又是什么一大堆，搞得这个自己也绑手绑脚嘛。还好侯友宜本身他的胸襟够大，定力也够哦，所以基本上呢，
反正我们就分工了哈。但是我总是要顾虑到，你比如说举例来讲，像发表政见，你们注意到没有？通常就是我在他前面嘛，他都最后压轴，我都讲很短了。哦，为什么要留点时间让他讲？你不能讲一大堆，他在讲什么呢？你也不能比他比下去。哦，赵少康口才比较好，不可以的。所以基本上我都很收敛的，就是你要拿捏，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而且经常里面是讲他好。哦，你看侯友宜提出这些政见那么好，这种就是这样子。可是赵大哥，你2028没有打算再战吗？有人希望你可以披战袍挂主帅。哎呦，那个还久的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你看政治上很多这种惊奇啊，而且国民党后起之秀很多啊，卢秀燕啊、蒋万安什么都很优秀啊。我觉得其实我的一向的说法就是，如果有别人好，就让他去，就是我们帮助他就好，成功不必在我嘛。也许2028年还很久哦，因为还有4年嘛，所以现在言之过早。可是必须说哦，我刚刚还直接问赵大哥说，今天是不是什么都可以问？他说都可以问。因为现在有人在检讨败选嘛，必须讲。你一定要有检讨才能进步。那有人会认为说，朱立伦主席可能当然有一些年轻的这个同党同志会说，你下台啊，你要负责啊。那这个时间点就有人提出来，赵大哥可以来竞选党主席，又或者是也许朱主席还是留着，可是下一届的党主席由您来带领国民党，有没有这个打算？没有，到现在为止没有哈。就是说朱主席有2年任期嘛，那2年有很多变化了，政治上的东西我们常常讲说，1寸之前就是黑暗，1寸，就是1寸哈，你只能看到1寸，1寸之后你都看不到，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任何的预测到最后呢，这个都可能会有变化。所以既然如此，就好好活在当下，对吧？我现在接受前者的访问，好好做一个来宾，对不对哈？那因为真的你不知道有什么2年2个月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你真的都不知道。真的是这样。所以目前为止，赵大哥并没有这个太多的想法，就是说下一届的总统或者是党主席的计划哦。那可能暂时没有了，必须就是把目前的工作做好就好了。好，那目前的工作我们是不是能够再回头？再说一下，因为过去50天呢，我们看到每一天都有新闻，每一天赵大哥都拼命的在选举，包括上了非常多的节目，能不能够说1-2件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印象深刻是很多了哈。那我觉得最深刻，其实让我最感动还是群众的热情。大家看到可能只是那种大场，有没有大进场啊？我好几次我都觉得我走不到那个台上，我觉得我会被人家压死，这样2边的人这样涌进来，然后维安人员这样推抵挡啊，那个像潮水一样的涌进来哈，然后握手啊，侯友宜的手跟我手都受伤了那么热情哈，小场也是有很多比如在比较偏僻的小场，也就是几百人嘛，也是大家要跟你握手，那个热烈那个热情，你会觉得说，在这对于政党轮替的期望是那么高那种你就觉得自己压力那个很沉重，就是责任很沉重我觉得还有比如说有车，我们就车扫嘛，车扫很多人是从家里冲出来跟你挥手啊等等特别中南部人家讲南部好像就是民进党的禁脔啊，不是的，南部很多朋友是很热心的，不管在高雄、在台南、在屏东，很多非常热心的朋友，你会觉得说，有时候你就想说，我到底在哪里啊？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热情特别是做生意的，这点让我非常惊讶。以往做生意的人不太表态，对不对？就是都好嘛，祝你当选要不然就是没有什么表情。这是很奇怪，做生意那种店面或者甚至摊贩，中南部有那种很多摊贩。那些老板、老板娘，甚至店员，哇，赞3还比3我在想他们生意难做，很感动，对，一下少了500万陆客，生意差多少啊？对他们知道说再搞下去都很多店都拉下铁门了，所以我是觉得说，一方面感动了，一方面觉得责任重大了，但是所以我觉得我落选，我自己还好，我自己真的我干得很开了就是对不起，我觉得对不起这60%的希望下架民进党的选民，让他们失望了。这点真的是很抱歉。
这一次的选举，您认为最大的败选的关键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其实现在可以讲民调了嘛，在选举选前，我们还不能公布民调的时候，国民党内部自己评估是大概差3%，差不多一路其实都差不多3%。对，可是为什么后来出来是差6%？您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我想第一个民调会有误差嘛，这是一个嘛。第二个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不喊弃保，我们喊集中选票。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啊。那柯文哲他们是蛮厉害的，因为他们的网军操作的非常好。不过他有其来有之，柯文哲的网军本来就很强，在他选台北市长第一次选之前就很强嘛，所以才赢嘛。那当了市长以后，一年有2000亿的预算呢，对不对？他当然可以有实力嘛。所以我觉得他的网军一路是都非常强的。然后呢，这个在网络上就放消息啊，说他们其实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啊，他们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啊，有很大的影响。然后他的造势又蛮成功的，场上人也很多，所以我知道很多人本来是要投我们的，最后觉得好像他机会比较大，他是不是第一嘛？有起来，反而是气我们保他们，有不少跑去那边去了，这个也有关系，所以我们票就减少了嘛，所以你看我们两个加起来，一个300多万，一个将近500万，对不对？加起来有将近800万票嘛，那比这个赖清德多得多啊，但你一分，就像我讲的嘛，40-35-25就没了嘛，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有影响啊。那另外呢，我认为了啊，就是我们自己做民调也发觉有就是选前大概10天呢左右，民进党民调有往上一波。那我的朋友，我们的幕僚选举说资源下去了，资源，民进党的资源下去了。什么意思？民进党一定有资源啊，有钱啊，有物质，有各种的，民进党也会下，怎么不会下呢？以前是国民党下，国民党现在很惨，什么都没有啊。国民党这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下去的以前的选举到最后阶段，一定要资源要大量下去嘛。国民党什么都没有下得去啊。民进党那么多资源，他从这很多资源嘛，这是一个。再加上民进党的策略也是很高的，从南到北约谈那些里长有没有？约谈里长造成很大的寒蝉效应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打电话给里长啊，里长就很害怕。甚至有些活动，比如在路上啊，很多民众出来摇旗呐喊支持啊，里长不敢出来。我说这里长跑哪里去了？里长被约谈以后，现在躲在家里，这样你看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民进党资源加恐吓，对司法的一个这个类似威吓威慑的力量，然后这个民众党是最后空战造势成功。对，民进党的网络也很厉害。民众党两相夹杀之下，变成今天的结果。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赵少康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好，欢迎您回到 TVBS 战情室，我是钳子。今天为您请到的是赵大哥您看到他今天有点不一样，您发现了吗？眼镜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个眼镜是有故事的我原来戴眼镜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眼镜嘛。那后来这个参选以后呢，王伟忠兄就说要换眼镜因为他们比较讲究造型嘛艺人啊，栽培艺人等，他就很热心的这个送了这个眼镜框给我。这个眼镜好看看起来年轻啊。送了这镜框给我呢，因为现在他们大概流行这种比较复古的黑色框嘛那后来我就是配镜片配镜片因为还花了一两个礼拜配嘛，配好以后呢，就两派不同的意见年轻人就说这个好，看起来年轻；比较年纪大的就说不行，看起来比较老这样。那天参加贺龙夜夜秀，我就带了2个给大家比一下。贺龙就说：“这个好，说这个好，这个好呀。”但是呢，其他的老的是不好这个看起来更老然后有人说更年轻，有时候更老。我就想，既然有这么大的争议算，所以我就还是选举期间都没戴。那今天想说重新出发，对，总应该要戴嘛，对不对？因为明天后天晚上我要上王伟忠的广播嘛然后带给他看看吧然后看一下到底戴起来是怎样，那么热心嘛，对不对所以就今天带一下，大家看到底怎样？对，让大家这个也许观众朋友您在电视机前面或是网络前面看了之后，也给我们一些反馈对，给赵大哥一些建议因为必须讲，今天又翻开一个新的一页明天赵大哥会回来主持我们这个少康战情室，也请大家持续锁定。不过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来拷问一下赵大哥，灵魂拷问，因为他答应我什么都可以问，什么都可以谈。其实剪纸这一段时间我有看你主持，真
真的主持人很好，真的。谢谢，差太远了，哪里请多多指教。主持人很好。赵大哥就是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其实有讲到说为什么会输，那当然理由非常多，自己也要检讨。可是外部的原因可能包括。执政党他有很多资源在手上，那甚至用一些司法啊、约谈里长啊、打抗中牌啦，奏效了。其中包括郭台铭，对，郭台铭最后没出来，你是不是很失望？当然了，就是我们一直跟他呼喊嘛，哈，结果他还是没出来嘛，哈。听说回来了，听说礼拜天选完，礼拜天回台湾了，听说了哈。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我想蛮确实的。那选前，我想他一定受到压力了。一定受到很大的压力哈，所以呢，包括司法的压力，我相信啊，我也听说了哈。那当然他们不会承认了啊，但是压力很大，大到连郭台铭都承受、都感觉到压力了啊，所以民进党司法还是很厉害的，还是很厉害的。不仅如此，我还记得，你看像屏东那个周典论议长，对不对？我在东港参加政见发表会，哇，也是满坑满谷的人。那周典伦在我前面讲，因为我要赶高铁，所以我说我要先讲。那周典伦说他先讲，讲完让我讲。我就站在他后面，还记得他那个背影。第二天一早就被收押了，就被押走了。上完台之后就被收押。第二天第二天就被收押。第二天上午，过了一夜，所以我的脑筋还浮现他那个演讲的那个背影，那个背影就没有了。一到现在都压在里面。那你说对这些基层人员有没有？因为他是郭台铭等于是最亲密的战友嘛。你说对这些基层的这些朋友们有没有压力？一定会有嘛，怎么会没有呢？对不对？所以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那当然这个必须要往前走，你就要看看过去到底哪个地方做错，有一些策略可能有失误这个我相信这个包括国民党自己，包括我相信选战的小组都会有检讨。不过主将本人就是必须讲这个侯友宜先生，那当然他要当很多的批评啦，我自己觉得他心里也非常的不好受那您最接近他，您的观察到底他人格上面或是特质上面有什么样的优或缺那当然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只是说您在跟他搭配的时候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吗？或是有什么观察？我们相处的是还不错了那相处不错也是因为第一个时间短，第二个就是目标一致嘛，希望赢嘛那他的长处就是他很沉稳那本身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正直的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所以他自己讲我对好人要更好一点，我对坏人要更坏一点那另外就是他的训练，一个每个人背景是不一样，他是刑警出身嘛，警察出身是刑警出身，一路上来基本上就是他们。你很少看到一个警察咋咋呼呼在那边讲来讲去，很少嘛。你看到每次派出所或什么分局抓了一个人，那个分局长在电视前面都是我们昨天下午3点半抓获了一个嫌犯，叫做什么？这你很少看到一个分局长很灵活的。那警察系统就是这样也许以后警察学校应该训练警察这个公关那个讲话该怎么讲应该。但是现在为止，你看警察就是这样的训练所以他就是这个系统出来的。那他已经跟他们比起来已经好很多了，因为他到底经过这个新北市副市长8年，市长这个5年的历练嘛，还经过几次的选校议会的这个询答嘛，所以基本上呢，他个性沉稳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日本人喜欢他，老美也喜欢他，就觉得他个性很沉稳，不会 surprise， 不会给人家意外这样但是这样的个性在选举的时候就有利有弊嘛，因为这样你选择，因为你现在是挑战者。你不是一个执政者嘛？你是一个现任者，执政者你可以好整以暇，对不对？我有这么多资源，你现在没有你这个挑战者，很多时候你就要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要让人家很意外今天出这一招，哇，明天出那招，哇，后天出那招，他不是这样的人。那不是这样的人，他这就没有办法勉强嘛。那他的团队，因为他又有他的竞选团队跟市府团队嘛。那这2个团队要磨合嘛我觉得金溥聪做的算不错了，在那个地方能够至少坐镇，能够把这个场面稳住。金溥聪没去以前那是一团混乱的金溥聪去至少稳住这个局面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你知道他们到底是公务员体系出来的所以很相信
什么学者啦，相信这个智库啦这些啊，我也不是不相信，但是这些人选举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平常发表一个学术演讲、学术论文的这个发表，跟选举是不同。选举的时候，第一个你没有当选嘛。今天如果你当选，你可以说我要算算这个钱啊，这个政策推出来花多少钱，那个政策花多。你没有当选，很多时候就是我常常讲，我说选举是这个让社会正义彰显的时候嘛。就是贫富差距，这是可以调整。我们常常讲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对不对？选举就是放利多嘛，那又怎样呢？我就是让弱势的能够得到好一点的待遇嘛。选举本来就如此啊，国外选举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你该给弱势的，比如我讲这个护理师这么辛苦，每个月1万，那就是1万嘛，怎么会没有钱呢？对不对？一年将近20万个护理师，一个月20亿，你也不过200多亿，怎么会拿不出来呢？民进党前瞻预算一次就8800亿啊，他可以有那么多预算，对不对？然后这个防疫预算就8400亿，疫后预算就是4200亿，几千亿，你给护理师或是医师，对不对？按照健保点值给他1点算1块，怎么样嘛？这个有打中啊，对，我的意思说，就给他就是了嘛，对不对？这个是我自己就提了，我根本没有跟他们商量又不见了。那他们有生气吗？没有生气，他们说对，这个很对，因为你到了那个就完了嘛。对，你比如说大学生，我就觉得说公私立大学，因为赖清德提私立大学什么补助几万，我说公私立通通免费，对不对？一共台湾110万的大学生嘛，那包括研究生，是就免费又怎样呢？你0到6岁国家养，7到12岁国家雇。很多父母会想说，我这个孩子他大学也要花不少钱啊。现在少子化嘛，少子化如果是你的重大的国安问题，尽量让小孩子没有后顾之忧，让父母没有后顾之忧嘛，对不对？我这招是从 Sanders 学来的啦，美国那个 Sanders 80岁了，年轻人爱他的要死，为什么？公立大学全部免学费，哎呀，大学生爱他，然后学贷什么减免什么一大堆。年轻人也没有那么难啦，但他真的觉得说选了你有实质的好处嘛。好了，这个案子送进去以后，搞了几个礼拜出不来，后来终于被我逼得出来了啊！出来以后呢，就排付哦，那就是说好吧，110万里面的10万不给，因为家里比较有钱，剩下100万。那你这种宣传就打了折了，你知道吗？宣传就要简单明了，公司大学费全部免费。你那个排付可以写在下面，但是如果超过小小一行，你现在就先讲。这对于他怕人家骂嘛，所以那这样的话，那个效果就打折了。国民党作为挑战者，可是非常保守，很保守。某种程度呢，有一点点就是很像执政党的包袱，一直不断如影随形在国民党的身上。这点我们其实蛮难理解的哦。不过刚刚我想说你有道理，因为他就是执政党，在新北市他就是执政。对啦，所以他是觉得说，他原本是执政党。我如果做一个这个首长，我要考虑这个考虑一大堆事情嘛。你们考虑这么大的事情以后。你就会保守嘛？是那我因为跟他们不一样，我什么也没有嘛，我就提嘛，提就是要杀你嘛，最好让你来骂我嘛。你看我光提一个，我是赵子龙，绿营台晚上讨论3个晚上了，太好了。对，我如果每天提一个，你们给我讨论3个晚上，明天再提一个，讨论3个晚上，我们不就赢了吗？你要决定主题，你要决定战场，你要决定时间嘛，你不让对方决定嘛，是你要决定嘛。所以赵大哥才会在自己的脸书写下这一段话。如果是由他自己来打这一场选战的话，会精彩很多。因为作为副手，你必须要有副手的分际哦，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功高震主。那另外，刚刚这个赵大哥也提到了，包括年轻人这一块，经过了这50天的惊奇之旅，他对台湾的年轻人有更多的理解吗？我们先进一下广告。